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。和善统一，和善统一。 天到海洋，世界如此不一样。信仰比岁月坚强。握紧一条心，有了远方。 山海之音，握紧荣光，一生高亢。日月之名，握紧荣光，推开窗天亮。天地之源，握紧荣光，万物有晴朗。风雨之上，你我荣光，骄傲的仰望。我跟叶师长是同年，叶师长读书比我多，16岁就考入了陆军小学，18岁进了陆军预备学校，21岁当上了优等生，进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，23岁跟着孙中山先生在粤军队伍里闹革命，后来又去了苏联，在莫斯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前年回国就担任了首任独立团团长。在北伐战争中，他的队伍屡建奇功，拿下了平江城、平四桥、贺胜桥，以1个团的兵力打败了敌人6个团，占领了攸县，打开了长沙的大门。接着反清剿，讨伐军阀孙传芳、吴佩孚，战功赫赫。我们的作战经历比不了铁军呐，我也比不了叶师长，所以你们回去要把我讲的话传达下去，要打心里敬佩他们，跟他们配合好。哪个要在这次战斗中跟他们产生摩擦，我先处分他。是。我们24师的同志们都听到了吧？刚才贺龙军长的一番话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受到了教育。下面我补充几句。贺龙军长的20军2万多人，是这次起义的主力军。命令是，我们给他们打配合。这次战斗是可以牺牲一切，也要夺取胜利的战斗，是向蒋介石和汪精卫及一切反动派宣告，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革命军队从此创立了。而我们就是这支军队的开创者，所以我们要团结一致。我们有多团结，我们的力量就会有多大。刚才贺军长讲，他读书少，是个粗人，可他哪里是什么粗人？他腰上的2把菜刀不仅能够杀敌，还可以绣花。他的政治工作在书本上是根本学不来的。10几年前，他就参加了中山先生组织的中华革命党，讨伐袁世凯，参加护国护法战争。20岁就担任了讨袁的总指挥。他爱护士兵，把自己的马让给商人，士兵的鞋子磨烂了，他就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士兵穿，而自己的脚磨出了口子，他就把内衣撕了包上再走。中山先生说他是个血性真汉子，他的士兵都爱戴他，平时都可以喊他贺大胡子。那今天我也要这样喊一声。请贺大胡子军长放心，
在这里，只有贺大胡子军长指挥下的军队。大家把地图打开吧，再确认一下今天夜里运输武器弹药的路线和具体位置。确认以后，记在脑子里，马上毁掉手中的地图。是。这是进入南昌周边几个县城的通行证。永修、丰城，凌晨1点进入，时间2个小时。静安、奉新，凌晨2点进入，时间可以是2个半小时。进贤，凌晨之后进入，时间2个小时。高安，凌晨1点半以后进入。接下来是东乡，时间2个半小时。这里给我们的时间前后都有半个小时的余地。我们就用它来做标识。第一，红色最鲜明。第二，告诉战士们，围在我们脖子上的是烈士鲜血染成的旗帜，打起仗来他们会更勇猛。还有第三，红领巾，革命的先锋队，我们就是革命队伍的先锋队员。对，就用它打响消灭反动统治的第一枪。但是到哪里找这么多的红布啊？就是把队伍上所有的旗帜都剪了也不够啊。这个不用担心，季良白天已经把南昌城内几家店铺的所有红布都了解清楚了，够用。只要大家认可，马上进货。认可。进货吧，2万多战士呢。季良，在。你去吧，拿到之后连夜送到军营。是。等一下，我们是否考虑再增加一个标识？左臂系个白色布带，因为我们是夜间行动，白色只要有一丝光亮，它就会吸过来。好，这个建议好。要最白的那种，不要太厚，也不要太薄，一定不能有丝的成分。明白。你恐怕要多带些人手过去。不要，让他们自己去搞。我写个条子，你带过去，让他们连夜做好。写好了，签个字吧。你们主力军现在的任务就是睡好觉、打好仗，其他不要管。还有，如果有剩余的红布，可以在他们手电筒的玻璃上贴一个红十字，这样又多一个标识。有剩余的，你再带几大桶浆糊过去。明白。去啊。团长，你可是讲过的，我们也是起义军的队伍，我们的任务也是打仗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少睡觉，多打仗。明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当年在狗军阀杨森那里，他是我的秘密联络员，现在是教育团副团长，一颗好苗子。下面我给大家念一下，这是恽代英同志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后的中央委员宣言。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异议，我们马上安排我们的同志到报社进行排版。工人们昼夜加班，确保31号这个宣言就要出现在南昌《民国日报》上，而且是第一版第一条。字要大，一个南昌的《民国日报》不够，要把这个宣言传遍全中国，让所有劳苦大众都看到、都知道，我们自己的军队不但是要向反动派开枪宣战，还要写上通缉蒋介石、通缉汪精卫。一定要嘱咐排字的同志，这10个字一定要大一些，要醒目。好。
秋白，28画生。来，快坐。刚才外面又出什么事情了？有几名印刷工人，应该是又在街上贴标语，让他们发现了，他们是乱开枪，追不上的。我一路过来看到的都是抓捕、屠杀，听说武汉的情况更严峻。他们哪里是在清共，是在屠城？太多无辜的群众被他们杀害，连几岁的孩子都不放过。还有一些进步人士对我们失去了信心，正在和我们拉开距离。党内有些同志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动摇。现在只有广大的工人、农民坚定不移地拥护我们，正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殊死的斗争。是啊，现在党内形势混乱，情况复杂，所以中央决定，无论形势如何残酷，必须尽快在武汉召开这次紧急会议。1周前，他们就让我准备了，我每天都在准备。秋白，看到你来了，我就晓得，革命的曙光就快到了。润珍，你看，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，我又加印了一些带了过来。湖大会上，他们否定了你的这个报告，这一次我再发给他们，请他们再学习，认真总结革命经验。你还为我做了序。秋白，我一直记得你讲的那句话，你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。中华民族的苦难同胞都在盼望着这条路呢。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你的这首《沁园春·长沙》时刻都在激励我。陈独秀同志由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，被免去他总书记的职务。想起他来，我心里就会难过。当年他和李大钊先生一起领导5·4运动，创办的《新青年》，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青年。在北大图书馆，为了可以见到他，接近他的新文化思想，我去包租黄包车，在校门口等他。在我心里，他从来都是一位斗士，是青年人的领袖，是我尊敬的老师。他的儿子为革命视死如归，他怎么可以犯这种错误呢？李大钊先生牺牲前受尽折磨，反动派在绞刑场上特意安排了摄影机，企图拍到先生面对死神的恐惧，或者是反悔，然后登报嘲讽，震慑革命者。结果先生目光如炬，大义凛然走上绞刑架。他们反复将奄奄一息的先生从绞刑架上放下又上去，放下又上去，逼迫先生悔过。先生却坚定地说了4个字：力求速办。我们曾经组织铁路工人准备劫狱营救他，被他拒绝。他讲，他已经处于重重武装戒备之中，不要让革命的力量再受损失了。以青春之我，创建青春之家庭，青春之国家，青春之民族，青春之人类，青春之地球，青春之宇宙。这个报告，你还在修改？总觉得有太多需要讲的了。根据目前武汉的形势，这次会议的时间会很长。罗密纳兹同志的报告就有3万多字，而且他讲话善于中间脱稿，自由发挥，他就要半天的时间，还要重新选举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。那你一定要让我早一些发言。我绕道过来，一是把即将开会的消息告诉你，二是，请你准备好发言报告。天亮前我要赶到武汉去。你现在不能马上离开。第一，肚皮要填饱。
蝶儿，有个人非常期待见到你。小姑，外面就是你想见的人。这么久才肯来叫我，先生，吃好饭我们再讲话，否则太过意不去了。坐。还会有豆腐吃啊？润之讲，你说过中国的豆腐是世界一流的好吃，刚好家里有从乡下带来的豆子，所以就给先生磨了块。小的先生是江苏常州人，喜欢清淡，我只用盐水浸泡了一下，不晓得是不是可口。纯纯的豆香味道。自从嫂子听说先生要来，连续3天都在磨豆子做豆腐。你要再不来，家里的豆子都要磨光了。谢谢夏姑。令尊杨昌济先生令我非常敬仰。我读过他在《新青年》《东方》杂志上发表的论文，特别是5·4运动期间他发表的那篇告学生，告诫我们青年要敢说敢做。只可惜杨先生过早离世，没能向先生拜教。5·4运动那天，我看见你在街上演讲，而且你用的是父亲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的那篇。废除丧权辱国的21条，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。国际之战争，人才之战争也。后来你们被警察带走，走的时候你在高喊说你叫瞿秋白。父亲在世的时候，一直认为当时我们翻译的国际歌缺乏力量，不像原文唱起来那么坚定豪迈。他讲最好有谁能重新翻译一下，把全中国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求解放的心声给唱出来，是秋白先生您实现了父亲的愿望。这首歌现在工人、农民，所有被压迫的同胞在唱。很多烈士在牺牲前也在高唱您翻译的这首国际歌。还是萧三同志改编后的更好，大家传唱起来朗朗上口。您还用流利的俄文采访过列宁，还有您主编的《热血日报》，润之也经常带回来让我读给妇女们听。若是父亲在天有灵，看到您是润之的好朋友，一定会含笑九泉的。今天是7月29号，明天南昌暴动的第1枪就会划破夜空，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1枪。有了我们人民的军队，为了他们，为了天下穷苦人，有光明之路。我们把国际歌唱起来。好。成龙，你来起个头。不会把孩子们吵醒吧？不会，现在枪林弹雨都吵不醒他们。人民的成功，唱起来吧。起来，饥寒交迫的努力起来，全世界受苦的人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，要为真理而斗争。旧世界大河落花流水，奴隶们起来，起来！不要说我们应所有，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，这是最后的斗争，团结起来到明天，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，这是
起来，到明天，迎疼那熊孩儿，就一定要实现。好看，嫁过来的那天就应该穿上，让那两个小子看看漂亮媳妇。妈的手艺真好，难怪别人都说长汀城有咱家的裁缝铺，没人敢开第二家。织布、绣花、做衣裳，样样行。不要不舍得穿，妈织的布结实，一时半时穿不破。等他们打仗回来，把这里的反动派、地主劣绅都打跑了，再穿。爸，你真服气，妈不但长得好看，还心灵手巧。你妈那是逼出来的，6岁跟他妈在老家给大地主池旺财家当绣娘，那个时候是清政府当家，也叫员外。这个员外啊，娶了大大小小12个老婆，白天黑夜的忙。也做不过来，挨饿，还要被打骂。我13岁那年，我妈的眼睛就看不见了，他们就要把我妈赶出去。后来，我就跟他们说：“你们要是赶我妈走，我就去死。”我就拿起剪刀架到脖子上，那些太太们就怕了，因为他们要争池大地主的宠。3天2头要做衣裳，什么花都往上绣。只有一个不争不抢的，是个苦命人。听说是池旺财抢来的。后来，他还救了我和你们的爸。那天，池旺财要做寿，让我去给他做袍子。你妈是只做女活、男活，太太们不让你妈去做。一进院子，正看见你妈挨打，是三姨太吧？三姨太嫌我给她旗袍上绣的花比七姨太小，你爸上去阻拦，又挨了2板子。结果做寿的那一天，池旺财喝了2壶酒，死了。你爸就带着我和我妈从后门跑。就是那个苦命的太太给我们开的门，你爸就背着我妈带着我到处跑，每到一个地方就搭草棚住，他自己在外面讨饭干零活，养活我们娘俩。你爸是个孤儿，我妈做主就把我嫁给你们爸了。后来5四运动爆发了，我在长汀城认识了邓子奎同志，他让我给他们进步青年做衣服，要办书院，我就把有田、有国、有家有书都带过来了。读书接受教育，老大老二还上了黄埔军校，共产党就给咱全家开了这个裁缝铺子。知道，我进门那天，有家就跟我说了，这个铺子不是我们家的。不知道这哥3个是不是上了一个战场？根据朱德同志近几日的排查，敌人的火力点、炮点，除去朱德同志提前标出来的这3处，没有再增加，只有换岗的频率和人数有所改变。换岗多了2班，人数多了1/3。下面有请朱德同志再重述一下目前各个军营驻扎的位置和相关情况。是。王军的第3军第8师23团在东湖的贡原，他的24团在永和门外新建的兵营。城前，第6军19师57团分别驻扎在天主教堂和匡禄中学。金汉鼎第9军27师
79团、80团驻扎在顺化门外的大教场。那是一个老兵营，清政府盖的，有炮楼、火力点、明暗都有。第5军警卫团驻扎在张江路口和翻台衙门，第3军警卫团的2个营驻扎在民德路的省政府里头。我们的任务是确保贺军长、叶师长在进攻过程中的侦察和警戒工作。你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人。你的鸿门宴安排好了？今天夜里，起义队伍一定不会看到一个团长和团副，公安局的警察也应该看不到。好，徐先生，政务会主任江继环那里，放心的进攻，政务会警卫队一兵一卒都不会出现。他约我们届时到他那里一起坐镇。他让我们转告各位，他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。江先生表里如一，我们的准备工作他提供了很多方面，尤其是那些重武器需要提前运到附近的各个县，都是他在背后协调，甚至命令保安团给我们站岗。李三，你那里的工作还需要朱德同志再配合一下吗？工人和群众的游行队伍全部准备就绪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不许动！不许动！把证件拿出来！各位，同时发起进攻的几个重要的地点：旧翻台衙门、大师院街、牛行车站、松柏巷天主教堂、永和门外百花洲。我们就以这个座钟的时间为标准，大家对一下时间。今天夜里凌晨4时进攻，行动信号3声枪响，口令是河山统一。各位，回去准备吧，我们回头见。是。团长，他你没敢拦。张国焘同志来了。他一定是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，一定还是张发奎的问题。没关系，我跟朱德同志下去迎接他，给他赔礼道歉。这样，大家先不要动，我们另外找一个房间，跟他一起开会。不等了，我们要回去准备了。总指挥，现在这个时候，一定要冷静。放心，刘安公同志就安排在隔壁的房间吧。是。朱德同志，我请你跟我一起列席这个会议。是。彭曼同志，坚持真理，斗争到底。明白，总指挥。共产国际太远了。
朱德同志，你的团胆大包天了。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证件给他们看了，他们还是如此无礼。张国焘同志，我过来就是向您认错赔礼的。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您有多少火气朝我发，在这里没人敢冒犯您。只不过现在是特殊时期。什么特殊时期？共产国际的态度我早就给你们讲了，让你们一定要争取张发奎过来，否则不得贸然行动。张发奎的事情，我打过2次报告了，他已经投靠了汪精卫，我们是争取不来的。我们正在瓦解他的军队。3天前，聂荣臻同志就已经去了马回岭，等我们这边一打响，发火车过去，他就会带着张发奎的25师、第73、74、75团加入我们。我们正在不断的争取力量，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陈毅，我也写信过去了，请他快速赶过来，要多带些人过来。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领导，大事要自己说了算。张国焘同志，你经历了蒋介石叛变、4·12大屠杀、马日事变和汪精卫分故，在你面前倒下了多少共产党人和无辜的革命群众？共产国际、布哈林、斯大林他们看到了吗？那些可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、同志。这次起义，要我们中国共产党说了算。你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处理这件事，再不起义就没有人相信共产党了。共产党是为了穷苦人打天下的仗，党没有了，穷苦人还能活吗？你也是党人。朱德，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起义如果失败了，死的人只会更多。就算死了，也要向反动派宣战。中国共产党还在，为了穷苦大众不再受剥削、受压迫，从此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共产党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队伍。也许我们的起义时间会改变。恩来同志刚刚递给我的。再等1个小时。张国焘同志，我相信你，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你，一定会支持这次行动的。因为，在我还没有进入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，你就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一名进步青年了。在伟大的5·4运动中，你带领青年学子，发动广大群众上街示威游行，满怀对国家的一腔热血。对帝国主义、北洋军阀的仇恨，激昂地向每个人揭发日本帝国主义强掌握山东、霸占中国主权的丑恶罪行。你号召民众请愿、工人罢工，不惧反动派的暴行。在你们的带领下，我们组织天津的学生，开始大规模的声援。上海、广州、南京、杭州、武汉、济南等各地的学生、工人纷纷罢课罢工。这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运动震惊了全世界。很快，你就被北京学生联合会推举为演讲部部长。在一大上，你就非常受组织重用，不仅负责组织工作，还负责主编《劳动周刊》。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理解，因为他们不在中国。看不到反动派对我们共产党人、对无辜群众惨绝人寰的屠杀。如果我们再不起来反抗，要我们共产党人做什么？共产国际信任你，我们的起义军也信任，
你为什么不能把你当年的斗志，对革命的坚定信念，同我们一道站出来，向反动派宣战，让我们的工人、农民，所有受残害、受尽苦难的劳动者看到光明呢？这张地图画的还是蛮仔细的。我去通知隔壁，起义照常进行。等等，恩来组织关建强，相任为党，对共产国际的指示，他从来没有违背过。如果他条子上写的时间过了，我们就分别回去，做好暴动后延的准备。今天，我贺龙把话放在这里。如果你们因为共产国际而停止起义，那我就带着队伍自己干。就算是党组织永远不批准我加入共产党，我也是你们的人。不管是什么危险、什么困难，就是刀架在老子的颈根子上，我也跟劳苦大众站在一边。我是反动派用鞭子抽打的，不达到列强军阀、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，我死不瞑目。我现在就回去组织队伍起义，干他们。你的队伍跟不跟？你是总指挥，都是你的队伍。当年我跟你一样，去找陈独秀同志，要求加入党组织，被他拒绝了。他劝我不要参加，还是回到旧军队里去。我发火了，回到家摔板凳、砸门板，要自己拉队伍去干革命。可是磕磕碰碰走不通。我没有你2把菜刀拉起一个军的本领，就和孙炳文一起去了法国，又跑到柏林去找恩来。恩来同志亲和、热情，他向我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真理，我的心也就慢慢沉静下来了。再后来，经恩来同志介绍，我和孙炳文一起加入了党组织，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我的急躁情绪也就渐渐地消失了。但是刚才和张国焘同志讲话，我的火气又上来了。想想还是有些后悔，冲动发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相信恩来，再等等。季良，推掉今天的晚宴，跟陆团长讲，说我今天拉肚子。明白。还有，一定看好运过去的武器辎重，特别是安一、永修2个县，离城里近，多派些人过去把守。是，团长。恩来，我不需要再表态了。你是起义的前委书记，你们随便吧。随便不行，你破坏了我们的部署，耽误了我们的计划，你要负责任。这是刚才恩来书记给你介绍我们起义的详细部署，和这里民众对反动派残暴镇压、屠杀的怒吼，还有你说的话，我都记录下来了。你要签字，要送到共产国际去。这个字我不签。恩来，建英同志派人送信过来，说张发奎迟迟调不到贺龙叶挺，这1-2天会亲自到九江，以视察的名义找到他们2个人。他们都还在吗？都在。建英讲他会尽量拖住，希望我们尽快行动。都是你！本来我们今天夜里是可以行动的。你赶紧签字。他只要没有调军队，我们就来得及。快去通知他们，
起义时间改在1日凌晨，快去准备吧。还有，尽快找到合适的人，快速赶去马回岭，通知荣臻。好，请徐特立和凌波去先生留一下。你们也分头准备吧。是。鸿雁在云，鱼在水，惆怅此情难弃呀。好了，你我是晓得的。不过对洁如，我还是蛮同情的。人家可是15岁就嫁给了你了。记得6年前你请我帮你去他家做说客，要娶洁如。你那颗赤诚的心，还真是感动了我了。我现在的心一样赤诚。您帮我跟他讲，只要他答应离婚，去美国留学，5年，我一定会和美玲离婚，再把她娶回来。我发誓，我若是不能兑现，我必遭五雷轰顶。你呀，当年追求洁如，发过很多誓。有一句我还记得，你说要用自己的鲜血为她写下一张永爱不朽的誓书。这份誓书都还在洁如那里保存吧？洁如对你，才真可谓是一颗赤诚的心呢。人家知书达理，对你的原配，不但不迫你离婚，而且对毛富梅还很尊重，善待金国。可惜了，我现在确实别无他法。宋家提出的条件，我有一件做不到，美玲就不会是我的。毛富梅那边的事情，可以做好。